如果世界上有一个药片，你吃了以后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预防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肿瘤和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甚至呢会降低各种各样因素造成的死亡率，那你是不是想尝试一下呢？可惜没有这样一个药，但是呢，有一种食物油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呢，证明它有可能起到这个作用。这个油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健康好处？哪些人使用的时候要小心，甚至呢不能用？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跟我们健康密切相关的食物油。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在我的朋友圈里有2位对橄榄油是情有独钟一位呢是纽约的著名时装设计师 Norma Kamali 女士，她今年78岁了。那么大家看看她的皮肤她的身材，她能够做的各种各样的运动，那可能是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做不到的。她就是橄榄油迷，几乎是30个年头了。她呢就用橄榄油擦脸用橄榄油加在食物里面，把橄榄油添加在各种各样的化妆品里面。那么他还到世界各地寻找最纯粹的橄榄油做成自己的一个品牌来使用。第2个朋友呢 Daniel Monte 医生他其实是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的导师虽然年龄呢比我还小一点。他任何吃饭的时候都是要添加橄榄油，如果饭桌上没有，他会管服务员专门要橄榄油。他是美国杰弗逊大学整合医学系的主任，这可能是美国甚至世界上唯一一个医学院里面的整合医学系。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健康状况也是非常好的。他最近做了一个 Dr. Monte Show 大家可以看到他也是看着非常的年轻精力充沛。那么橄榄油在他们的健康方面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它的第一个作用就是降血脂，它能够降低所谓坏的低密度脂蛋白提高所谓好的高密度脂蛋白。人们发现呢，每天吃地中海饮食里面有很多的橄榄油或者使用1到2勺橄榄油的话，那么他的心脏病的风险呢就降低了很多。我的一个病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高血脂，他又不愿意吃降血脂的药就开始吃橄榄油。当然呢，不是一般的橄榄油，而是呢超级粗榨的橄榄油什么叫超级粗榨的橄榄油呢？我们在后面给大家介绍。那么经过2年的使用他的这个血脂呢就恢复到正常状态其实呢，他这是家族遗传性的，家里人都有，这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变化。第2个呢，就是对我们的大脑的认知功能记忆力、注意力呢有很大的帮助。最近哈佛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每天服用1勺到2勺超级粗榨的橄榄油的话，能够把严重的早老性痴呆的风险降低到14%，哪怕只是每天半勺，就能够把早老性痴呆造成的死亡风险降低28%这个结果还是蛮惊人的。第3个呢，就是降低肿瘤的风险。有一个对45项研究进行综合分析的结果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呢，每天使用橄榄油的人呢，他得各种癌症的风险比不太经常使用橄榄油的人要低31%。糖尿病呢，它也有很多的好处，它能降低血糖和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抵抗。有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25克的橄榄油，大约2勺左右，能够把2型糖尿病的风险呢降低22%。我们有慢性疼痛和关节炎的朋友会非常喜欢听到这个消息，就是说在这个橄榄油里面呢，它有一些抗炎的多酚。那么使用橄榄油的人他身体的慢性炎症呢都会减轻疼痛也会减轻。所以很多人呢在开始把橄榄油作为日常的食用油的时候，他就对那些消炎药的依赖就减低了非常多。很多明星名人包括我的朋友 Norma Kamali 在内，他们都用橄榄油呢来护肤，护肤的效果非常好。虽然呢没有太多的研究能证明它，但是从道理上讲，那它应该是有很好的护肤作用最后呢，就是它还会减轻我们肠道的炎症改善我们肠道的菌群环境。我们讨论过这个肠道跟我们健康有多么的重要。总而言之吧，橄榄油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用？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超级粗榨的橄榄油，而不是普通的橄榄油，所以呢，这2个字呢非常重要。
那么什么意思呢？是指它在加工过程中是完全是天然的没有加温的，也没有加上任何的化学的成分那么直接从新鲜的橄榄把它挤出来的油这叫超级粗榨的橄榄油没有再经过加工提纯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保存了最多的营养物质，就是单键的不饱和脂肪酸最多的成分就是油酸，它是降胆固醇预防心脏病的一个关键的因素。第二呢，它还富含维生素 E 和多酚。在一项发表在《食物化学》杂志上的一个文章呢，分析了橄榄油的多酚含量，发现这个橄榄油里面的多酚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我们细胞的氧化损害。还有研究发现呢，这个多酚跟降低结肠癌、直肠癌的风险也有关系。同时呢，橄榄油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抗炎成分这抗炎成分包括沙硒和橄榄酚。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呢，都跟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有关。如果任何一个食物能够减少慢性炎症，它注定对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呢都有帮助。所以大家在选择橄榄油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这种超级粗榨的橄榄油如果是经过加工的，有各种各样添加剂的，是吧？或者是添加在其他产品里面的橄榄油呢，它就没有这样的效果。虽然橄榄油这么好，对不同的个体来讲，橄榄油呢还是有可能有副作用的。那么至少有3类人在使用橄榄油的时候呢要小心一个呢就对橄榄油有过敏或者不耐受，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你用了橄榄油以后出现皮疹瘙痒皮肤红肿喉咙痛、喉咙痒哮喘，或者消化道的作用，腹痛恶心呕吐腹胀等等，这都说明你对橄榄油不耐受或者有过敏的反应。有的时候这个过敏是一种交叉过敏，不一定是对橄榄油的直接过敏，是对橄榄油里面的某些成分过敏。第二种人呢，就是胆囊有问题的人慢性胆囊炎，有的人胆囊切除了，是吧？有的人有胆结石等等。橄榄油是脂肪它需要胆囊分泌胆汁来帮助吸收和代谢。那么如果胆囊不好的人，你用了橄榄油以后呢，你就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和反应，比如疼痛消化不良腹胀等等。还有就是胰腺功能不好有的人有慢性胰腺炎、胰腺的慢性囊肿或者胰腺的囊性纤维化都让你对脂肪的代谢受到影响。还有就是胃肠手术以后，人们也是不太容易消化脂肪的。所以呢，这些人呢都要小心。最后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在使用超级粗榨的橄榄油的时候呢，尽量避免高温，因为它的烟点比较低最好的就是不加温，添在凉拌菜里面在饭做好了以后，再把油倒进去无论是汤还是菜等等，这样呢，你最能够保证橄榄油原始的风味是非常清香的。好，关于橄榄油的介绍呢，我们今天就做到这里。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呢，请和我们分享。另外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也在留言区呢提出来，我们在以后进一步的探讨。如果您希望我们对哪种食物油进行这样详细的介绍呢，也请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希望您能够支持我们的频道，点赞、转发和订阅。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